事实证明，杨紫的少女脸已经是她成功路上最大的污点。杨紫再次遭遇了挫折，她的表现并未如预期般亮眼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和关注。希望她能够尽快调整状态，重新找回自我。杨紫再次遭遇了挫折，她的表现并未如预期般亮眼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和关注。希望她能够尽快调整状态，重新找回自我。身为女主角，我义不容辞地再次扛起了提升收视率的重任，与团队并肩作战，共同追求卓越的表现。尽管《承欢记》拥有豪华的老戏骨阵容和强大的 IP 背景，被视为《知否》的现代版，但在口碑和收视上却未能超越其姊妹篇，显得此次表现略显疲软。尽管《知否》曾以119网播量冠军和破2的收视率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，但即便如此，仍无法阻止其收视率在同时段滑落至第6名的趋势。杨紫的旺男主体质难道只是短暂的光辉？从今年大热的《要99爱》中便可见端倪。尽管杨紫青春逼人，但饰演高中生却显得格格不入。肿胀的苹果肌和高耸的额头更让她的招牌哭戏频频失手。杨紫的充气之路始于何时？或许可以追溯到她调整营销策略的那一刻，亦或是她母亲宋丹丹的影响。这一转变让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杨紫，你这样的长相，还是别做演员了吧。宋丹丹无心的一句玩笑，并未能让杨紫在娱乐圈的复杂环境中动摇自己坚定的演艺之路。身为荣誉满载的童星，她曾感受过万众瞩目的光芒，也沉醉于无数掌声的海洋。如今要她默默无闻地退出舞台，她又怎能甘心？青春期的杨紫依旧执着地追问：“妈妈，我真的无法继续前行了吗？”眼中闪烁着不甘与迷茫。宋丹丹似乎觉得火候尚未到位，依旧执着地添加着柴火，希望火焰能更加旺盛。哎，孩子啊，这世上美女如云，你看你现在这般体态，确实需要努力，还是专心学业，未来自然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听到宋丹丹的言语，杨紫的脚步突然变得踉跄，她转身离去，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孤独而决绝。她痛哭着预言演艺生涯的终结，对于如今被视为丑陋的自己深感痛恨。然而，哪有父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骄傲的女儿会如此不堪呢？父亲不断地宽慰女儿，轻声说道：“这只是短暂的青春期，美丽即将绽放。”他的言语充满了温暖与希望。当时的杨紫在演艺界可谓顺风顺水，未历经娱乐圈的苦涩。她凭借天赋和努力，逐渐在舞台上崭露头角，享受着表演带来的快乐。凭借《孝庄秘史》中的宛如一角，她又识便崭露头角。之后，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夏雪，更是让她红遍大江南北，备受瞩目。尽管她尝试着忽略宋丹丹的话，但心中却难以释怀。毕竟，她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哪个少女不渴望美丽呢？她踏上了艰苦的减肥之旅，严格忌口。每当苦涩的滋味在舌尖蔓延，她对糖的渴望便如潮水般涌来，希望能为这苦涩的征程带来一丝甜蜜。娱乐圈的女星如繁星般闪耀，一位尚未崭露头角，另一位新星已展露峥嵘。美女如云，竞争激烈，谁将成为下一个璀璨之星，尚难预料。尽管杨紫如今受到周全的保护，她依然深感焦虑，唯有在减肥的道路上不断坚持，寻求内心的平静与自我满足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黄天终于不负有心人。家有儿女系列的火爆，让战长沙的导演发现了她青春活泼的一面，这无疑是对她才华的肯定。杨紫沉寂数载，终于迎来了绽放的时刻。当机会降临，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，与霍建华搭档出演《胡香香》。这一刻，她的光芒再次闪耀。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杨紫非常激动，
此前已经因为容貌沉寂了许久。杨紫本想在这部热血抗战的电视剧中，用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，也用青春灵动的容颜俘获剧中的顾清明。可显然事与愿违，这部剧不管是收视率还是评分，都拿下不错的成绩。可是大家对于女性总是充满嫉妒与挑剔。这时又有许多不满杨紫的声音出现，攻击着才19岁的杨紫，骂她婴儿肥的样子好丑，和霍建华在一起不是夫妻，是爸爸带女儿。成也小雪，败也小雪，她不想成为幼态代表，抓住流量的密码，成为流量的象征，想借助美貌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显然以后她做到了。当上女主角之后，让杨紫怎能忍受以后做个小透明，出演女三女四？这不是让她在娱乐圈活成一个笑话？这当然是杨紫不愿意看见的。于是她总是疯狂地捯饬自己，减肥瘦身，甚至让片方对她所在的镜头逐章精修，是要摆脱童星形象，想要成为冰清玉洁的美人。哪怕已经成为女主梯队，她力排众议，仍愿意接受镶边主角。2014年与赵丽颖在《青云志》中一决高下，可不管剧中还是现实，她都一败涂地。作为原著中的绝对女主角，与男主角的对手戏却少得可怜，高光的戏份全围绕赵丽颖的碧瑶，这让她大为恼火。甚至在之后的发布会上，她也是全程黑脸，丝毫不想给剧组好脸色看。可是网友似乎不嫌事大，他们拿着赵丽颖的脸型与头围和杨紫做对比，杨紫与赵丽颖之比较，面容与身形均备受瞩目。笑言杨紫之面庞与身姿，较赵丽颖更为丰盈。然对于这位如花似玉的女星，此种调侃又能如何忍受？她不断地发泄自己对于容貌的焦虑，不断地在胖瘦之间来回徘徊，也是要把流量之路走下去。混迹娱乐圈，保持干净太难，看上去是名利双收的天堂，实际就是个诱惑遍地的染缸，稍有不慎，你就掉入了其中的圈套之中，开弓再也没有回头箭。既然选择流量，就要一如既往的向前。父亲看着已经接近癫狂的女儿，不断地安慰她，已经够美了，现在资源对你来说也是足够的。可要强的杨紫并没有理会父亲的劝告，只是斩钉截铁来了一句：我只是想换条赛道奔跑。不知杨紫是否对她的脸进行了高科手段，还是瘦身成功的原因，再次出现在观众的眼前时，她已经是个充满灵气的小葡萄。在香蜜中灵动的演技，以及与男主的虐恋情深，赚足了不少观众的眼泪。加上当时特效的进步，让观众再也走不出他饰演的剧作之中。可他似乎认为这就是流量的密码，也只有这样的脸才能旺他的事业。此后他也在这条路上吃到不少红利，脸似乎也悄无声息变得越来越精致。如果说杨紫走上流量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，那她对脸肆无忌惮的爱惜，完全是因为她自己已经深陷其中。此时大不了杨紫几岁的情敌赵丽颖，已经凭借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第20条完成流量到演员的突破。当时赵丽颖出道的时候，也被导演质疑说圆脸演不了主角，嘲讽她的嘴巴像香肠一样撅着，非常的丑。可她还是没有动用流量权势，让片方为其 P 成为瓜子脸。饰演的许半夏脸上的纹路清晰可见，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了痘印。可正是这样，我们才能看见一个坚韧不拔、经历过岁月磨难的许半夏。当然杨紫可能对于赵丽颖的美貌也是羡慕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在与赵丽颖合作之后，被观众发现脸部状态总是忽高忽低。可和她一样走演技路线的黄渤，在没火之前也被人评价丑，甚至连他自己都自嘲道：当你强大了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和颜悦色。他还是凭借《疯狂的石头》亲爱的斩获各大奖项，
脸上的皱纹仿佛是她的战利品。她也从没有因为别人的嘲笑就去刻意向鲜肉靠拢，用演技征服观众。如今的杨紫已经凭借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一度登上了甜剧女王的宝座，她怎能关心众人对她的评价？她的信念更加坚定，那些接连走红的剧集证明了她的美丽是她成功的关键。从此，她在这条演艺道路上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哪怕火了之后，宋丹丹也为她的不当言论道歉，她也毫不在意，好似通过容貌的改变，让她心灵得到寄托。其实有一说一，杨紫的演技在娱乐圈中绝对是一顶一的，可因为粉丝一再维护，让她总是在角色所迫的理由中越来越沉溺于少女感，让她的演员属性被淹没，流量热度一再拔高。此后，她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工作室与路人拿出的照片总是两个极端。也有人评价她与关晓彤是最养不作为妆造的女明星，她们的颜值都被造型师拉低了。可关晓彤每次路透又比工作室精修的照片漂亮太多，杨紫怎能忍受自己独丑？于是，在《要99爱》电视剧中，剧方单独为她打上暖光，一针针的磨皮。然而，观众逐渐发现，杨紫的精湛演技被那张总是冷若冰霜的面容所掩盖，令人难以领略其真正的表演魅力。她那光洁如玉的脸庞，因过度修饰而失去真实感，曾引以为傲的哭戏，如今也显得生硬不自然。观众已无法感受她的情感深度，只看到她为求年轻而扭曲的面容。新剧《承欢记》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，尽管此前脸部不自然的问题备受关注，但在新剧中已有显著改善。一两部剧的进步，足以证明团队的努力和进步。娇小的脸庞，宛如精致的瓷娃娃；灵动的大眼睛，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；皮肤白皙如玉，这般模样已然是偶像剧中的标准女主角。尽管麦承欢在镜头前总是展现出夸张的面部表情，高耸的苹果肌和永恒的法令纹却令人望而生畏，然而剧组对杨紫却情有独钟，力挺其演技。在剧中，徐凯的痘印、牛俊峰脸上的凹凸以及何赛飞的抬头纹都一览无余，这些微小的瑕疵无损他们的演技，反而为角色增添了几分真实感。杨紫的面容光滑如玉，然而这种完美却令观众感到不适。网络上立刻涌现出诸多批评，诸如发面馒头、本是清秀佳人，却不张萌后尘整容、自毁前程等负面声音此起彼伏。观众在观赏此剧时，似乎被置于了矛盾的境地。若以偶像剧视之，其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情节似乎落入俗套；若以家庭剧品味，杨紫的过分美颜又令人难以沉浸于剧情的进展。《承欢记》自上线次日，欢乐气氛荡然无存。杨紫无法续写神话传奇，如今只能对着镜中容颜暗自神伤。许多导演抵触科技手段的介入，央视出现整容脸的现象，更让导演郑晓龙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。这凸显了科技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。2024年，年代剧《南来北往》备受争议，观众对金晨的前卫面容颇有微词，令该剧陷入困境。他曾以独特的喜剧才华赢得赞誉，然而时光荏苒，他的口碑逐渐与杨紫齐名，备受瞩目。观众目睹了他的蜕变，那张脸庞逐渐雕琢得越发细腻，鼻梁高耸入云，而鼻孔细微如丝，让人担忧其是否能顺畅呼吸。其实颜值撑不了太长的影视路，吸引我们的一直是他们比颜值更加耀眼的人品与演技。看看鞠婧祎、杨颖、虞书欣等明星，虽因美貌备受瞩目，却也时常被质疑除了脸蛋一无所有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美貌与滤镜的加持，究竟能否掩盖内在的不足？虽然杨紫的底盘数据很好，可是一如既往的营销美貌，也让她的影视之路走得更加艰辛。
毕竟92年出生，现在也已过了女人最佳的芳华。如果真的像网友所说使用过多的科技手段，也只会让脸看得更加奇怪。对于转型，杨紫应该是说干就干，要不然也不会在事业红火之时挑战大荧幕，出演热辣滚烫。毕竟大荧幕不像电视剧、电影每秒钟要拍24张，1分钟就是1440张，工作量的巨大，让每位明星登上大屏幕，瑕疵都能被放大。杨紫这位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艺人，在美貌面前却能做到潇洒放手，展现了她独特的魅力与智慧。可身处在娱乐圈的大染缸之中，她却能置身事外。她无时无刻要求自己出现在观众面前均是一副美丽天使模样。对于演戏，杨紫也是一等一的上心。虽拍过众多作品，她却仍是第一个达到片场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传出杨紫亚戏的声音。为了给观众呈现出最好的状态，她可以辞去当年正火热的《家有儿女》拍摄，选择安心读书，只为让自己演技更上一层楼。她并不拘泥于安逸的生活，勇于突破自我，挑战不同角色。在《欢乐颂》中，她甘心扮演傻白甜，虽遭遇渣男欺骗，却展现了其真实无畏的一面。虽然接下来她还是出演了《长相思2》等偶像剧，剧情少不了过度磨皮与滤镜。可新电影《转念花开》一部有着刑侦元素的作品，也有沉寂多年的张小斐和她合作，一定能动摇她心中对于美貌的坚持。美貌是一把双刃剑，上天让你拥有美貌，是要让这世界因你而更加美丽。这份馈赠不要辜负，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优秀是因实力而不是因为美貌，而使劲儿折腾、遮掩或者破坏自己的美貌。杨紫本身已经很美、很动人，没有必要为了保持所谓的年轻、美丽而一再折腾。作为娱乐圈少有的演技与容貌都过关的女演员，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让自己的演艺之路熠熠生辉，不应该过分追求滤镜与磨皮。